再论影响力。这本书的作者斯科特·亚当斯是个影响力大师，我们专栏讲过他的《以大制胜》那本书，其中有一系列的影响力技术，特别是帮助特朗普竞选总统成功的一些武器级的说服力技巧。亚当斯的这本心智重构整个写的都不是很系统，但是对影响力说的反而比较系统。这一讲咱们总结其中的方法。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认识，真正的影响力不是你在抖音上有多少个粉丝，而是你能不能对他人的行为施加你想要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影响力是一种权力，力量的力 power 这个词。这一讲如果没有特别的提示，说到的权力都是力量的力，或者用温和一点的语言说，影响力就是领导力。让他人按照你的意志去做事儿是很不容易的，即使你完全拥有一家公司，员工也不一定听你的。老张仗着自己资格老，技术好，大会小会总爱跟你对着干，你能说解雇就解雇他吗？解雇有成本，有各种法规保护不说，老张在公司还真有不可替代性，你捏着鼻子只能用他。任何一个当过老板的人都知道，权力并不能为所欲为。所以即使是像萨达姆那样的独裁者，想要对手下如臂使者，也得有点人格魅力才行。影响力是威逼利诱高压手段之外的软性权力，是让人心甘情愿照你说的办的能力。亚当斯提出一个重构，与其说职位高的人有权利，不如说提出想法并且得到执行的人有权利。比如美国本来禁止跨州的远程医疗咨询服务，新冠疫情期间，亚当斯公开呼吁说这种服务应该合法化呀。他的倡议立即得到了舆论支持，结果几天后，特朗普总统就发布行政命令，把这个事儿给办成了。那么亚当斯说，在这件事上，似乎拥有权力的不是特朗普，而是他亚当斯。哪怕你职位不高，只要你提出一个设想，公司真照办了，你就展现了权力。不知道有多少职位高的人都羡慕你得的这一分。这种事多来几次，就会全公司默认你说了算。亚当斯甚至提出，权力等于说服技巧乘以观众规模。所以光是粉丝多没问题，能说服粉丝的网红才是朝廷心腹大患呐。先声明一下，我们专栏从不寻求说服读者，我只是谦卑地讲解几个知识点。这一讲的作用是提高你的影响力，而且还能让你变得不容易被人说服。我们还是从对人的基本理解说起。影响力绝不能只靠晓之以理，因为人在很多时候，比如在下面这3个方面是不可理喻的。一个是动机。比尔盖茨从微软退休以后专门搞公益，投资了很多创新型的慈善项目。有些人包括亚当斯和我在内，认为盖茨这么做体现了企业家精神，是在往好的方向改变世界。但也有些人认为盖茨这个人很自私，他搞这些无非是想壮大自家的慈善基金。还有人说盖茨有邪恶的目的，那这么多说法谁说的对呢？根本不存在科学方法能证明人做事的真实动机。很多人以为自己擅长揣摩别人的动机，他们错了。现实是人们往往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好，刚才是动机，下面说行为模式。人们做事常常没有明确的逻辑，比如一个人每次跟你约会见面都迟到，那你说这是不是说明他根本不重视你的？可能只不过因为他有 ADHD， 他很容易被当下的一个什么东西所吸引，而忘记了时间感。现实是每个人都有一些不正常的地方，而最不可理喻的则是观点。明明面对同样的事实，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甚至是尖锐对立的观点。如果人是理性的，你必须充分了解辩论双方的论据和论点，才配得上拥有自己的观点，没错吧？但现实中几乎没有人在乎对方是怎么推导的。亚当斯的重构是，与其说大家面对的是同样的事实，不如说我们是在一块屏幕上看到了2部不同的电影。每个人都是有选择的接受信息，别人眼中事实的版本跟你非常不一样。理解的这些，你才能明白，别人没有义务顺从你的思维方式。我们根本就不应该追求什么客观真实，什么人的本质，这些都不行。但是我们可以追求可预测。人在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但人在相当程度上是可预测的，这并不矛盾，因为非理性并不等于随机，非理性可以很有规律。以前流行一本丹·艾瑞里的《怪诞行为学》，英文书名的原意就是可预测的非理性。
亚当斯说了一些规律，我认为其中有2个可预测性最为重要。一个可预测性是金钱的驱动力，人的动机是难以猜测的，但如果你赌他会采取能让自己获得更多金钱的行动，你往往能赌对。比如亚当斯每天都在社交媒体输出很多内容，同时还要写书，社交媒体免费而出书有稿费，那么你可以预测他会在写书这件事上花费更多的功夫。那你说写书就是为了赚钱吗？肯定不是，毕竟有很多比写书赚钱多的事儿。但要点是，如果这个事儿涉及到钱，人们一定会更严肃地对待它。另一个可预测性是群体身份认同。大多数人对大多数公共议题的观点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而是他所认同的那个群体给他的。当然，如果你问他，他会找各种理由说我为什么持这个观点，但现实是他所在的阵营是什么观点，他就是什么观点。我认为自身利益和身份认同是说服力的边界线，你再巧舌如簧，也不太可能让人家损害自身利益或者改变阵营。这些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剩下才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以下是几个最常用的影响力因素。要说服一个人跟你去做什么事儿，最好强调自由。世上任何一个决定都会要么增加一方的自由，要么降低一方的自由。自由是个关键因素，你想雇佣一个好员工，就得跟他说，你在这里工作有自由。你想让婚姻幸福，双方都得保证给对方一些自由空间。要让人不做什么事儿，最厉害的办法是诉诸恐惧。恐惧如果用好了，是核武器级别的说服力，对社会有破坏性，特别容易被坏人所用。使用这一招需要慎重。要吸引注意力，你需要新颖。你的 PPT 有15页，如果这一页上的信息是你最想让人注意的，那就给这一页弄个与众不同的，最好是新奇的元素。要让人相信一件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重复。我们专栏刚讲过习惯化的作用，重复导致习惯，习惯导致相信。要让人下决心行动，你的论点必须简单。人们喜欢简单的逻辑，甚至随便编一个理由都可以。你的论证越复杂，别人就越拿不定主意。要让人理解一个高难度概念，最好的办法是类比。类比其实就是模式识别，而人脑模式识别的能力远远超过形式逻辑运算的能力。很多时候，打比方根本不科学，但是有效。要争取支持，一个技巧是可视化，意图胜千言。你想让人支持接收非法移民，就上一张描写移民很可怜的照片。还记得特朗普给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起的外号吗？叫低能量布什 （Low Energy Bush），那个画面感实在太强了。好，上面是几个最常见的影响力因素，我们再讲4个比较高级的说服技巧。一个是我们在讲以大制胜的时候说过的，叫先同步后领导。之前我们讲同步主要是跟人情感同步、立场同步，这里亚当斯进一步说，同步更要体现在身体动作的同步、衣着风格的同步、说话用词的同步。你要在各个方面模仿你想要影响的人。比如你想在工人中有影响力，那就要穿上工作服，摆出一副哥本来就是干活人的姿态，用工人的语言和神态说话，这才叫打成一片，这样最容易取得信任。所以当领导的都得有个亲民的形象。这个原理是，人们最爱的始终是自己。如果他们从你身上看到了自己，他们就自动愿意被你领导。第二个技术是激发渴望。想让人做出重大改变，你应该给他描绘一个将来更好版本的他。你想一辈子在这里卖汽水儿，还是想改变世界？这招也可以用来自我激励。亚当斯的一个渴望是，在他死的时候，来参加葬礼的人数要最大化。你看，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画面，所以一想到就知道现在该怎么做。比如他要有很大的名气，而且必须发挥积极的影响，他得帮助很多人。第3是做比较。绝对的大小好坏很难量化，但是跟别的东西一比，马上就知道是什么局面了。人们常犯的错误是跟完美的，甚至是跟想象中的东西比较，比如跟明星比，跟别人朋友圈的高光时刻比，那你当然只会收获挫败感。比较的正确方法是突出你想要的那个选项。房产中介带人看房，往往会带别人先看几个很差的房子作为铺垫，然后再带你看他真正想让你买的那个。前面那些都是假目标，是为了让真目标显得更值得。这一招在商业谈判之类的场合尤其好用。第4个技术是做联系。
把什么东西和一个人们喜爱的事物或者人物联系在一起，人们会对这个东西产生好感。这就是为什么广告总找明星代言。向投资人介绍项目，最好把它和众所周知的成功项目联系起来。比如你这里有一个电影项目，你可以说这部电影就如同 ET 外星人加泰坦尼克号。首先这是一个类比，对方迅速就能领会这个电影大概的主题。更重要的是，你用来类比的那两个电影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反过来说，一定不要把自己和不好的东西联系起来。比如你和别人相亲，第一次见面千万不要给别人讲一个悲观的故事，否则人们想起你来就会想到悲剧，你的吸引力就大大削弱了。其实平时也是如此，尽量不要在人前谈论丑陋的事物，哪怕你是为了促进社会公正，你希望别人一提到你想到的都是积极、友善、鼓舞人心的东西。我理解，当一个人处于被影响的状态的时候，他是生活在别人给他设定的某种叙事框架之中，他接触到的不是真实世界，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完全客观的真实世界，他接触的是别人的版本，而不是自己之前版本的世界。影响力的本质就是给人重构一个世界，影响力效果的上限由对方决定，你这个框架越是契合对方的利益和身份认同，效果就越好。有时候他只需要你给他一个理由而已。而影响力的终极保证则是你自己。如果你平时声望高，形象好，你说话当然好使。那样的形象和声望又是如何积累的呢？也许影响力最大的用处不是影响别人，而是影响自己。作为斯科特·亚当斯《心智重构》这本书的最后一讲，我们来做一个最大的重构，对世界观的重构。所谓世界观，简单说就是你认为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儿。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位科学家给公众做关于天文学的演讲，讲了地球绕着太阳公转之类的科学知识。讲完后，一个老太太站起来说：“你讲的这些都是什么呀？难道你不知道吗？世界是驮在一只巨大的乌龟背上的平板儿。”科学家马上就找到了这位老太太那个世界观的弱点，问道：“那请问这个乌龟又是站在什么上面的呢？”没想到老太太辩才无碍，她说：“你很聪明，年轻人，你的确很聪明。不过这是一只驮着一只一直驮下去的乌龟塔呀。”这个道理是再离奇的世界观都有可能解释得通，所以我们似乎不应该纠结于什么样的世界观正确，而应该关心哪个世界观更有用。罗振宇老师最近夜访苏东坡，讲了这么一个典故。苏东坡到了晚年，有句话叫“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罗振宇老师说这句话肯定不真实，因为不可能天下每个人都是好人，但这就是现实扭曲立场，这个世界观很有用。苏东坡有这样的心态，所以他才能在任何场景之中发现惊奇有趣的事物，所以不管遇到多大的逆境，他的心情总是很好。亚当斯这本书说得更进一步，说如果你的整个心情很好，呈现一个很放松的状态，用现在流行的词语叫松弛感，那么别人会对你很友好，你这时候最容易发挥影响力。而如果你是一副生气或者紧张的样子，别人就更可能以你不喜欢的方式对待你。你以为别人对你的态度是由别人决定的，但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别人怎么对你是由你决定的。而你的状态跟你的世界观很有关系。如果你认为世界是充满敌意的，或者到处都是竞争，你不可能呈现真正的松弛感。而如果你像苏东坡那样，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你自然可以上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或许我们可以大胆地扭曲一下自己的世界观。咱们从简单的说起。我们前面讲了，如果你要戒酒，你可以直接对自己说，酒是一种毒药。亚当斯还提出一个类似的重构，是糖是毒药。这些说法显然都不真实。我的理解是，真实的信息适用于所有情况，但需要你在现场做复杂计算。根据真实信息，适量喝点酒没啥大坏处。对生活在贫困国家、营养不良的人来说，糖是一种宝贵的营养来源。但是如果那些情况不适合你，你何必做那些计算呢？你不是要减肥吗？扭曲的现实对你更有用。关于减肥的另一条重构是，我超重是因为我花了太多时间与错误的人在一起。
这就把问题上升到了身份认同的高度。如果你身边的朋友都是高认知、高自律人士，他们都不会很胖，你受他们的影响，自然也不会超重。你超重是因为你的层次不够。当然，作为一个自身有点超重的人，我声明我反对这个说法，但是我能理解这个说法对人的激励效果。一切重构都是往精神层面走，而在精神层面，我们可以很自由。我们专栏多次提到过的龙虾教授乔丹·彼得森有这么一个重构，他说，生活是一场探险，探险活动的特点是你主动寻求逆境。比如说去丛林里野营，你本来就知道会有各种困难，你认为没困难就没意思。你负重爬山，冒着雨搭建帐篷，吃饭睡觉都很麻烦，但是你乐在其中，而且你很期待接下来的任务。这个重构会让你面对逆境变被动为主动。设想一个人本来就刚刚被公司裁员，昨天家人还病了，正在住院，他早上急匆匆地往医院赶，而且还遭遇了交通事故。如果他只是被动地承担生活的苦难，他会感到巨大的压力。但如果他把生活当成一场探险，想象自己正在玩一个角色扮演游戏，那么他可能会不怒反笑，感觉是这一关的难度还挺高啊，我都很好奇今天下午会发生什么。做了这么多的铺垫，你大概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们就可以聊聊亚当斯这本书最大的一个重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计算机模拟之中，这个叫做模拟假说，我们专栏之前专门讲过。它的基本逻辑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用技术给你模拟出来各种虚拟的世界，就如同虚拟现实游戏，以至于你进入游戏后无法分辨它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我们设想，如果生成虚拟世界很容易，那么虚拟世界的数量就会比真实的世界要多得多。那你猜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概率能有多大呢？肯定是很小很小的。所以我们极有可能是身处某一个更高级的文明用计算机虚拟出来的一个世界。包括马斯克在内，现在有一帮人相信虚拟世界假说。其实这个假说是不可证伪的，但是它可以对你很有用。就如同刚才我们说的，把生活当成游戏。有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这个游戏的有些剧情是谁故意为你设计的。比如你会在一段时间内反复遇到同一类型的麻烦。亚当斯说，这么多年来，他不管住在哪儿，身边总是会发生水管子问题，而不是这儿漏了就是那儿堵了。是不是游戏设计者就想看他怎么解决水管问题呢？水管是游戏安排给亚当斯的一个主题吗？也许整个游戏的目的就是让玩家自行演化出对各种问题的解法。也许我们所有人都正在参加一个大型真人秀节目，你每次解决一个难题，都会有电视观众在给你鼓掌。当然，也可能那些集中出现的难题纯属巧合，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模拟假设会让你的心态很正面。那么接下来，亚当斯有一个离奇的洞见。对游戏设计者来说，把虚拟世界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好是不值得的。节省算力的办法是，只有当某个玩家要注意到某个细节的时候，临时生成那些细节。也就是，如果此时此刻月球上没有人，计算机就没有必要提供月亮的细节。将来人类派了个探测器登陆月球，临时再生成那些月球土壤之类的东西也不迟啊。而这就意味着，游戏生成什么东西是由你往哪儿看决定的。那你说有没有可能，如果你专注的想要一些正面的积极的东西，游戏就会多给你生成一些积极正面的东西呢？这会让你立即想到所谓的吸引力法则。朗达·拜恩的《秘密》那本书，还有张德芬的《遇见未知的自己》都说过这个法则。大意是说，只要你大胆想象自己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全宇宙都会帮助你得到这个东西。我们专栏一贯对吸引力法则嗤之以鼻。我们有研究证据说，做那种白日梦不但无效，而且有害。但是亚当斯还真的挺相信吸引力法则。不过亚当斯的版本跟张德芬的不太一样。张德芬说，你要想象自己已经得到了你要的那个东西，而且要想象的越详细越好，画面越鲜明越好。比如你想得到一个学位，你就得想象那个学位证书的样子。但是有研究证明，这样的想象会有反作用，因为它阻碍了你的努力。亚当斯的建议却是专注于一个比较宽泛的目标。比如说你想要获得财富，
你每天把"我要财富"这句话写15遍都没问题，但是你不要想得太具体，不要说什么我要通过下一次升职加薪得到财富，这就太具体了。我们大约可以说亚当斯说的是一种正能量心态，而不是具体的白日梦。但不管如何，专注于什么就会得到什么，这听起来还是过于玄学。亚当斯甚至说，生活中那些无缘无故发生在你身上的不好的事情，可能是因为你不小心专注于这些东西，于是系统给你生成了。抛开玄学成分，这个重构的好处是让你更有主动性，而且你更能理解别人。如果我们假设每个人生活在自己创造的现实之中，我们容易解释很多事情。亚当斯说，他的一些朋友，包括像马斯克这样的人，都是敢于想象一个非凡的设想，然后真的创造了非凡的现实。你说这是吸引力法则也好，还是扭曲现实立场也好，这个要点是你完全可以藐视客观现实，而不受任何惩罚。你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世界就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你。你专注于某一种境遇，世界就会给你那样的境遇。这大约就是所谓的相由心生，境随心转。重构这个思想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人脑的主观思维框架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亚当斯没提萨博斯基，也就是《行为和注定》那2本书的作者，但是他显然认为人有自由意志，或者说人可以假装自己有自由意志。你不仅仅是你的基因和过往经历的产物，你总可以创作自己未来的经历。你可以重塑自己大脑的操作系统。所谓操作系统，就是你反射性的跟新情境互动的模式。比如你面对一个陌生人，你的本能反应是什么？亚当斯观察人的操作系统大概主要有4种类型。一种是自私，我尽力获得任何我能得到的，而且我认为别人也会这样做。这样的人可能占多数，跟陌生人互不冒犯，但也尽量不产生瓜葛。一种是复仇，我总觉得别人对我有敌意，所以我要反击。其实大部分敌意是他想象出来的。一种是受害者，我总是被人欺负，但我也没办法，我只能逆来顺受。这3种操作系统都能提供情绪价值。你给自己的自私自利、自己的失控和失败找到了借口，这在短期会让你感觉很好，但是长期不会收获真正的好处。最好的操作系统是第4种，叫互惠。如果我使自己变得有用，好事就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也是我们一贯推崇的博弈策略。做个供给侧的人，先讲奉献，总问自己能为别人做些什么，至于说回报，那是副产品。当然你的慷慨会被一些人利用，但那只是微小的代价。如果你不能从理性认识互惠博弈的好处，哪怕你重构一个好人必有好报的说法也很有用。有句流行的话说，悲观者往往正确，乐观者往往成功。按理说世界观应该越真实越好，但演化的历史似乎表明求真和求存是2回事。客观地指出异性脸上的缺陷不会有助于你找到配偶，反倒是花言巧语常常能让人得逞。说到这里，《心智重构》这本书就说完了。抛开亚当斯，作为一个前物理学家，我的确知道以下2件事是对的。第一件事，我们无从得知世界的本质或者真相，包括物理学在内，我们的一切理论都只是模型，只不过有些模型比另一些模型有更好的预测能力。第二件事，人对世界的感知是以连续的叙事，也就是故事的方式存在的。每个人都活在他自己给自己讲的故事之中。那既然如此，重构就是换个更好的故事讲。好不等于真实，有用就是好的。好的，心智重构这本书就讲到这里。